为什么有钱人先吃最喜欢的菜？本书作者矢野义成目前是日本投资家，他利用投资累积资产，经常来回日本与世界各地，也会提供企业界的人士一些投资建议。本书的用意是在导正许多人对于投资观念的偏差，在薪水动涨、物价飙涨下，有必要了解有钱人的思考模式，以体验并转换成有钱人的投资脑。首先，请想象一下，假设有满桌料理，你会先吃最喜欢的菜，还是会把最喜欢的菜留到最后再吃？成功致富者通常会先吃最喜欢的菜，因为如果我把最喜欢的菜留到最后，万一不小心吃太饱，就有可能吃不下，或突然发生不可预期的事情，在还没吃前就必须先离席。所以如果把最喜欢的食物留到最后享用，就无法确保一定能吃得到，这对于成功致富者来说就是种很大的风险。成功致富者的思考法则是尽可能排除无法预测的风险，如果风险是可能无法吃到自己喜欢的菜，则在风险发生之前，先把它吃掉就对了。作者所言，世上能拿来赚钱的资本有两种，一种是劳动资本，另一种则是金融资本。所谓劳动资本，指的是用自己的劳动力，或是透过做生意方式所赚的钱。劳动资本有劳动才有收入，当无法再劳动时，也就无法进账。运用劳动资本来赚钱，需一辈子持续的工作。什么是工作脑呢？工作脑是运用劳动资本赚钱的思考回路，是一种事业家思考、经营者的思考模式。而所谓金融资本，指用自己所赚的钱来赚钱，也就是以钱滚钱的方式。所谓的投资，指的就是运用金融资本来赚钱。所以金融资本即使是在睡觉，不必劳动前也会自己跑进口袋。所谓投资脑，指的就是运用金融资本赚钱的思考方式，也就是一种致富思考的方式。现今社会上有许多有钱人，但这些有钱人大多是认真劳动而变有钱的。拥有投资脑的人，即使不用劳动也能够赚钱。本书对有钱人的定义是，不论是在经济上或是精神上都非常富足，而且拥有掌握未来的能力的人。也就是说，有钱人可以掌握自己的将来。为了能掌握自己的将来，趁年轻还有体力的时候，要利用劳动资本尽可能赚钱，等退休后较无体力时，就变成投资家，好好守护自己年轻时所赚的钱。我想要赚钱，这是每个人都有的想法。投机是赚愈多愈好，投机者所思考的是如何赚大钱，而投资者的主要着眼点则是如何将手中的钱守护好，使它可以留存到未来。投资家习惯是尽可能排除无法预测的风险。投资家并非将利益最大化的专家，而是一个将风险最小化的专家。所以投资家目的并不在攻击，而是防守。想要开创事业，你需要的是工作脑。但如果你想成功投资的话，你需要的则是投资脑。真正有钱人的思考模式是什么呢？投资家重视的是自己所预设的结果。假设有2个计划专案，目标都是赚1亿元，结果专案1赚了9500万元，专案2却赚了5亿元。
一般人会认为赚越多越好，但投资家并不会这么想。投资家主要想法是如何接近自己所设定的结果。这次运气好赚了5亿元，但万一有意外，下次或许损失的是5亿元。对投资家而言，最重要的是要如何确切的命中标靶。本书提供了55项成功致富法则，并说明以投资脑改变生活，一辈子不再为钱烦恼的3个步骤。步骤1：何谓投资脑？窥探有钱人到底在想什么。步骤2：培养投资脑的习惯，养成术。步骤3：一辈子不再为钱烦恼。55条法则，除先吃最喜欢的菜法则外，第2条是黑羊法则。英语中黑羊 （black sheep） 指害群之马或老鼠屎，白色羊群中的一头黑羊，讨厌显眼。与众不同者易引人侧目，可能遭白眼。学校中不合群奇怪的人，创业时与众不同的可能反而成为超强的武器。黑羊法则指勇于与别人不同，成功者可能只有5%，与其他95%的人做了不同的选择，才有今天的成功。拥有和别人不一样的失败经验，那经验才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宝物。第7条，接受力法则，指不管什么事都要抱着接受的心。你相信幽灵、飞碟或外星人吗？怎么可能？一般人通常只相信亲眼所见的景象，耶诞老公公其实并不存在，但它存在小朋友心中。小朋友有着我们所没有的接受力，所以他们能够画出我们所想象不到的大梦想。美国职棒大联盟的球星松坂大辅小时候的作文写道：我将来要当一名身价100亿元的球星。当时没有人嘲笑他别傻了，反而说你一定没问题的。他果真成为身价100亿日元的球员。相信一件事有时候威力是无穷的，打开接受的心，才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。第8条是机会总在绝地逢生处法则，在逆境中隐藏着改变自己的契机，顺境中不会想到改变自己，唯有最痛苦、最糟糕状况下才有可能改变自己。遇到困难时，试着去想，这是个机会，眼前的道路说不定会更宽广。第10条，什么都做得不错的人法则，偶尔我们会碰到一些什么都做得不错的人，学业、唱歌、画画都不错，还会一点乐器，有运动细胞。所以不管在什么场合，他都很容易会成别人的焦点。你或许会觉得他很厉害，什么都做得不错，但也因为如此，他们反而比较不会有危机意识，随便做一下就有不错的成果，所以他们永远不会看到自己的谷底。结果会变成如何呢？因为可以做得不错，所以人生过到最后也就以不错作为结束。成不了大器，其实指的也是这种人，因为什么事都做得不错，所以不太有机会遭逢挫折，导致他们普遍经验不足。如果遇到失败或错误后，他们只会驻足在原地。反观那些什么都不会的人，不会对他们来说是理所当然，遇到不会的时候，反而会一步步脚踏实地去做。不管是人或是公司，失败的经验才是最宝贵的，能从失败中修正改善，反而是宝贵的经验。唯有凡事不投机取巧，肯持续做一件事，才有机会成大器。熟读全书55条法则，能让你突破思维，养成致富的思考，以投资脑改变生活，让未来更好过。